家好，我是德比，欢迎收看德比这一讲。因为之前我不是有出过一集是关于怎样教大家从马来西亚自驾游去泰国的，过后我就收到了很多私信，很多人过来就问了我很多问题，所以现在呢，我就抽选了10大最多人问的问题，然后来一一给大家解答。来，话不多说，来我们的第一题。第一题就是马来西亚自驾游去泰国，我们需要准备的什么文件？重点是我们要准备的有3个文件 ：IC， 你的身份证；第二 ，passport 一定要咯；还有第3个，如果是自驾游必须的，就是我们的 Sijil Pemilikan Kenderaan， 就是我们的车卡。所以这3个东西准备好了过后。到第2个问题，人家问的就是，如果我的车卡是旧的怎么办？新的怎么办？还是我 photocopy 的怎么办？因为有些人的车卡是 in A4 size， 有些人是半张 A4 size。其实大的、小的、旧的、新的，还有复印的车卡都接受，都没有问题的，都可以用。还有第3个问题，如果我是驾别人的车去怎么办？车主不是我，这个时候呢，其实你就是需要的就是一张 authorized letter， 就是车主 authorize 讲你可以驾他的车去泰国，所以那个车主呢就要在那个 letter 上面签名，过后车主的签名是需要跟那个车卡一模一样的，而且那个车主是需要在那个 authorized letter 上面写明要给谁驾那辆车，而且可以在泰国驾车的时间的日期是几时。过后还要有的就是要有 photo stat 那个车主的 IC。然后到第4题，第4题是如果我是驾公司车去泰国怎么办？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公司的 authorized letter 要有 chop and sign。私人公司呢，就需要 SSM 公司的注册证明。过后，Sdn Bhd 公司的就需要给 Form 24跟 Form 49。第5题，自驾游去泰国需要 International Driving License 吗？其实答案是不需要的，因为马来西亚跟泰国都是属于东盟国家。所以我们只是需要 Malaysia 的 driving license 就没有问题了。如果我的解释有帮到你的话，大家记得点个赞 ，subscribe 我的 channel 哦，谢谢。第6题，马泰关口的 opening hours， 他们是营运时间几点开到几点？马来西亚的 border 呢是从6点的早上开到半夜的12点才关，因为泰国是慢我们1个小时嘛。所以泰国的是5点早上开到11点才关。第7题，当我们准备好了我们全部的 documentation 了，我们要去哪里弄我们的那些 car insurance？ 答案呢，其实就是我们可以 search Waze 里面你可以 type 长论。沿路的2旁呢，其实你就会可以看到有很多的商店是关于 insurance agency 的，就可以去那边弄那些 documentation 哦。所以每个 agency 的价钱应该都是差不多大同小异的。For 我们的 past experience 啊，上次我们3个人去嘛，我们只用了 total 41令吉，所以30令吉是 for 那个 car insurance， 然后2 ringgit per pax 是 for 我们的白卡，然后还有5块钱是 for 那个 immigration form。当然那个 car insurance 是 depends on 你的车的category 的，每个 category 都不一样。那个时候我们只是加一个普通的车罢了啦，所以多到3个人少过50令吉，所以你们就可以去你们 preference 的 insurance agency 去弄那些 document 哦。第8题。还有人问我从不东进泰国，我再从Bukit Gayam出来，可以吗？可以，没有问题的。我们以前就试过从Wang Keliang进Bukit Gayam出，没有问题。而且最近我们的朋友也是从Bukit Gayam进，从Sungai Golok出，也是没有问题的。第9题， SIM 卡，泰国的 SIM 卡要去哪里买？其实有四个 option 啊。第一个
before 你过泰国关口，在长论的时候，有很多 insurance agency 的，那边通常都会有卖你 SIM 卡的。第二 ，either 是你过了关口去到沙岛那边，然后沿路的两旁还是有很多店，也是有卖 SIM 卡的。第三，你可以 online search Shopee 买 SIM 卡没有问题。第四，可以选择 data roaming 哦。然后到最后一题，如果我是在 duty free 免税店买酒去泰国，可以吗？答案是可以的，没有问题，有条件，1L的酒。然后还有tobacco 也是有 requirement 的，但是我们那天去 duty free 的时候，还是已经没有在卖香烟了啊。然后如果是我要买酒从泰国回来 Malaysia 呢，其实也是有条件的，就要在泰国逗留超过72个小时，才可以买酒回来 Malaysia。然后而且是成人只可以买1支1L的酒。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内容。还有，如果你们要知道更加多的自驾游的攻略，可以看回我的第1集 Bukit Kao Hitam Border Crossing 超全攻略 ，even 里面有帮你做 oil price comparison， 还有做那个 exchange rate comparison。大家，关于这个第1集保姆级的攻略呢，我已经放了它的 link 在那个 description box， 如果有兴趣的话，记得点进去看哦。番外篇。关于我们在泰国自驾游15天的路线 ，Derby 这一家。欢迎收看 Derby 这一家。我们一家开启了泰国的自驾游之旅，从马来西亚的吉隆坡出发，前往至泰国的最北端。也有金三角之称的泰缅寮边界处。第1天，我们从吉隆坡出发，先在国宾吃个早餐，过后再一路向北，就到了泰国啊。到了泰国过了关口过后，我们就继续向上，过后就选择在苏拉达尼住1晚。第2天呢，我们就从苏拉达尼去到华欣，在华欣住了3天2夜，过后我们再从华欣出发去 China。路途中呢，我们就经过了 Damyong Satu Floating Market。再后来呢，到了清迈，在清迈玩了好几天过后，我们就请到清迈。清迈那边真的有好多旅游景点，过后我们有去的是苗寨、咩蛇浪，然后还有金三角 Golden Triangle Border Checkpoint。去到了最北部过后，是时候返程回来南部回家了。所以呢，过后我们就去到纳干沙湾住1晚，再从纳干沙湾去到春本，再住多1晚，再从春本去到哈亚跟松克拉，最后回家回来 KL 面对现实 Holiday End。把钱花光，为国争光。谢谢。